美国国防部发言人2号通报，负责亚洲事务的国防部高官和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商讨了中美国防事务。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对话十分罕见，释放重要信号。此外，美众议院民主党资深议员也公开表示希望组团访华。在美方呼吁美中保持沟通的同时，仍小动作频频。美国土安全部最新将2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美方此举缺乏事实依据，毫无透明度，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商讨了美中国防关系以及区域安全议题。发言人补充，对话中，拉特纳提及美国防部希望美中军事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外界普遍认为，中美此次高层对话较为特殊，参与对话的中方官员是负责中国与北美大洋洲关系的外交部高官，而美方则派出了拜登政府内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防务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因为美方人为制造沟通障碍，中美军事交流并未恢复，所以在外界看来，此次杨涛与拉特纳的会见虽然十分罕见，但仍有潜力可循。7月12号，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也曾应约会见拉特纳，双方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会谈。谢锋大使就两国两军关系阐明立场，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排除障碍，管控分歧，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有观察指，拉特纳近期与中国外交官员的2次互动，可能是想借一波当前中美各领域恢复互动的东风，反映了美国国防部对于同中方在军事层面建立沟通管道的迫切需求。有外交渠道之间的这种沟通，总归比没有好。但是呢，这应该本身是一种反常状态。那么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美国减少或甚至停止对中国的在核心问题上的挑衅。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的制裁，让两军之间能够恢复正常的、稳定的、建设性的沟通，这点对于两国关系而言，应该也是非常重要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近段时间，中美两国之间从高层到民间，从政界到商界、学界变得热络起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白宫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接连访华，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在排队等待时机。此外，在 IPEC 贸易部长会议、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等多边场合，中美高层都有互动。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号表示，美方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美，并希望中方接受邀请。虽然目前日期尚未敲定，外界推测指一个可能时间是9月中旬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在拜登政府寻求缓和中美关系的同时，美国国会议员也坐不住了。美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海姆斯1号表示，中美之间的剑拔弩张可能造成两边误判，最终引发战争，因此他希望能和其他议员组团访华，缓和局势。海姆斯说，他也反对美中脱钩言论，并警告说，这样做将摧毁美国经济，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并可能进一步推高利率。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遭遇挑战以来，美国国会议员组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不常见，但该形式的交往曾为中美关系做出突出贡献。1972年4月、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分别率团访华，开创了美国国会对华交往的历史，也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年57岁的海姆斯是民主党资深议员，毕业于哈佛大学。从政之前，曾在高盛集团工作了12年，曾任高盛副总裁。作为一名政客，海姆斯仍将美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方，并声称要就涉疆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分歧与中国进行沟通。但他也少见地呼吁美国国会缓和其好斗的态度，认可中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成就，避免两国陷入冲突。我们要看到，美国国会现在其实对华鹰派应该是甚嚣尘上，包括对中国要进行全面的遏制、打压、封锁，包括打台湾牌啊、打人权牌啊，在各个领域啊，尤其到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这种全面的围堵啊，其实已经是成为国会两院，就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国会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之间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只是一些零星的或者少数人的，还是听起来
比较理性的、务实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的话，应该说是蛮另类的。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如期访华，或者是如愿访华。但是我们也不要寄希望于国会现在可以说是这种对中国非常片面的、负面的、消极的看法会随之有所改变。中方此前曾指出，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责任是清楚的。中央外办主任王毅7月13号在雅加达应约会见布林肯时强调，下步的关键就是拿出实际行动，争取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美方需要反思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需要把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真正转化为具体行动，更需要把拜登总统多次做出的一系列承诺切实落到实处。但美方仍然小动作频频。美国国土安全部1号宣布，以人权为由，将2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国外交部、商务部接连2天回应美方的错误举动。外交部指，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原本就是反华势力为抹黑中国炮制的世纪谎言，同新疆各族人民劳动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事实完全相反。商务部3号也回应表示，美方此举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世界人权之名行单边霸凌之实，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正调查国际资产管理巨头黑石集团和国际性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理由是这2家企业涉嫌为美国人投资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便利。但这2家公司第一时间否认了存在所谓不当行为。相关事件并非孤立，就在上周，这个特别委员会还对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顶级股市指数提供商名胜的对华业务发起审查。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济、贸易、投资议题政治化，与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规则相违背。 This committee, it's a bipartisan committee, which is rare right now. We'll come back to what partisanship has meant for our debt rating, but it's a bipartisan committee. It's not a legislative committee. It's a committee designed to bring out information. And this is one step in bringing out information. Let me take this to just a little bit higher level. Yep. We're into the presidential cycle, okay? What are the big issues for kitchen table Americas in this cycle? We've got abortion, okay, put that to the side. We've got the border, put that to the side, maybe. 3 big ones that all relate to China. Climate, you're not going to solve climate without dealing with China. We can now all accept that. Okay? The economy, the strength of the dollar,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ose three big ones all depend 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美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利，但却拥有传唤权。这一调查得到了美国2党支持，目的是为了收集所谓事实，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美国资本流动提供参考。《华尔街日报》评价称，今年才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正愈发关注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助推中国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该委员会的工作体现出白宫和国会的思维观念发生转变，从支持中美发展商业联系，到现在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旗号阻碍投资。应该说，几十年来，美国对华一直是两面手法。哪怕是在中美关系发展还是比较顺畅的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其实一直是接触加遏制。在冲突、竞争、合作三者之间是始终在进行着不断的互换。那么现在看到，应该说美国的对华竞争甚至冲突已经是全面压倒了合作。换言之，这种两面手法，尤其是对华打压了的手法，未来会越来越强，这种动作会越来越大，而呼吁所谓的合作，包括高层之间的互访等等，恐怕更多的只是美国对华的一种工具性的一种运用，而不是说会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主流。五角大楼周三官宣，主管亚洲事务的防长助理拉特纳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会商了美中防务关系及地区安全问题。那么，关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外交部昨天呢已经官宣，杨涛7月31日在华盛顿同助理国务卿康达与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举行了工作磋商。按照美方的说法，在这次工作磋商中，美国国务院确认
邀请再度出任中国外长的王毅访美，这呢也是对国务卿布林肯6月访华的回访。那么这也应该是媒体对这一次工作磋商的最大的一个关注点。从外交理智与程序来看，布林肯访华之前也是呢由康达与贝沙兰打的前站。那么美方也披露，双方呢还讨论了乌克兰危机，所以外界同样关注即将在沙特吉达召开的商讨俄乌危机的多国大会，中美代表是否呢都将参与。美媒最先爆料的《华尔街日报》就声称，参加这次大会的国家预计超过30个，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等都将参与。会议将会在5号、6号2天召开。预料呢，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将会带队出席。那么目前这次由沙特做东的会议还没有更多的确切消息，但是呢，如果两国都确认出席的话，无疑这次在华盛顿面对面也是呢双方在会前沟通摸底的一个契机。在五角大楼的官员序列中，拉特纳他的角色定位和康达接近，甚至呢一定程度上前者呢更加吃重，因为五角大楼成立的跨部门的新设机构 China Task Force。所谓的中国行动队就是呢由拉特纳来牵头负责，并且呢由他直接向防长奥斯汀汇报。那么就在此前2周，拉特纳还前往国会山出席美国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大谈美方清醒认知所谓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云。所以就此而言，拉特纳与杨涛会商双边防务关系也是呢中美工作磋商的延续。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少外媒都以罕见来形容这次会见。比如呢，英国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这个电稿就特别在导语中标注说 a rare high-level conversation， 称之为一场罕见的高层会谈。我认为这其中释放的信息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为什么外媒会认为这样的会谈很罕见？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息呢？那么，如果回溯1个月前，驻美大使谢峰受邀进入五角大楼会见对象呢，同样是助理防长拉特纳。当时双方谈了1个半小时。美媒的一个普遍提法也是呢，中国大使对五角大楼做罕见访问。2周前，在太平洋两岸都备受尊崇的百岁人瑞基辛格，他在超过100次的最新的访华行程中，他的第一站竟然呢就是和中国防长李尚福会谈。对此，国内外媒体也都是连呼罕见。而 rare 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热词，被外媒反复引用，它所对应的恰恰就是美中高层军事交流全面停摆的一个尴尬现状。也不妨拿康达和拉特纳做个直接的比较。在中美高层交流全面恢复前后，康达呢访华不下3次，在国际场合参与国务卿或者是总统国安事务助理与中方同级别会见对话的这个机会呢就更多了。那么拉特纳呢，也不妨设想，如果美国防长有机会访华的话呢，那么访问打前站的不正是拉特纳吗？那么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周3发布的声明，拉特纳就强调，美国国防部将会继续致力维持美中军事交流的渠道。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拉特纳所着力传递的这一信息，并不是与中国国防部的对等官员直接沟通的，而是呢通过外交部的相关官员乃至驻美大使间接传递，甚至要劳烦基辛格这样的百岁老寿星跨洋飞行不远万里来捎话。我想这就是罕见反复见的一个痛点所在，它所折射的正是中美军事高层交流对话停摆的最大的尴尬。在美方高官包括国务卿、财长、切赫特使相继访华，商务部长也行将访华的大背景之下，那么这样一种停摆变得尤其尴尬。至于停摆的两军交流对话能否恢复呢？选择权或者更准确地说，纠错权握在美方手中。曾经与拉特纳当面深谈的谢峰在美对此说的呢是再明确不过，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关键是要做好全过程的管理。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一边要求对话合作，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之前在评论中也说过，美方对中国延续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宜的制裁，本身就是在为自身寻求美中防长沟通对话的努力在挖坑，在挖大坑。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方有没有这个纠错能力。强调致力两军交流的拉特纳对此追问，他是躲不过去的。
他必须要老实作答。美国民主党资深议员海姆斯向媒体公开表示，担忧中美冲突升级，呼吁两国增加沟通。他还表态，希望和其他议员一起访华。您对此如何评价呢？海姆斯是周二在美国彭博社的一场内部活动中向彭博社记者编辑讲这一番话的。他就明确表示，美中这两个大国的误判有失控升级，甚至引发战争的风险，所以必须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战争鼓噪。海姆斯就特别用了一个英文专用语 irresponsible saber rattling。那么海姆斯被彭博社称作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顶流议员，所谓的 top Democrat。那么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老议员就特别表达心愿，希望能够和其他议员访华，推动全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增进理解，帮助化解就台湾以及其他议题产生的紧张。那么海姆斯他就直言，4个月前他对局势真正感到忧虑，因为两党在涉华议题上都有不负责任的言论。他也特别提到自己在2008年首度赢得议席，就在于对美方发动一战的持续声讨。他至今仍然坚信一战是因为误解误判而起。海姆斯为此呼吁美国对华应该采取新策略。他上周在康涅狄格邮报上发表的这个个人专栏文章，对此做出了全面阐释。海姆斯就强调，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让数亿人脱贫，而中美两国在其中都拥有共同的利益。必须要指出，尽管海姆斯是资深众议员，尽管他在涉华议题上的最新发声表态非常理性，也确实切中美中关系的痛点，但是在当下华盛顿被极度扭曲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美国大选年日益迫近，选举气氛日趋白热化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海姆斯他在国会山俨然最清醒的少数派，他的客观理性的声音被各种疑华、反华乃至恐华的声音鼓噪，甚至是海姆斯本人他所炮轰的所谓不负责任的战争鼓噪被显著压制了。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昨天在脸谱就发帖警告说，台海一旦生战，华尔街股市崩盘只需要10秒，而不是1个小时或者是1个月。但是基于政治算计或者是各种小算盘，在滥打台湾牌的美国政客们，他们对此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在变本加厉。这也预示着大选年里中美关系将会继续全面承压。美国政府对华高科技领域的打压引发不少美国企业的不满，也并未浇灭美企投资中国的热情。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被爆出即将签署一项行政令，进一步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但另一方面，美国半导体行业和计算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英特尔却加大了对华投资，与深圳合作，建立了一个芯片创新中心。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禁令，禁止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向中国出售某些设备和出口一些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芯片。彭博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独家爆料称，拜登政府正打算对此前的禁令进行更新，以进一步限制美国在中国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领域的交易。尽管报道声称不会对现有投资产生任何影响，但会禁止美企未来与中国开展特定交易，其余的所有交易也必须向美国政府提前汇报。行政令预计将在8月第2周签署，并于明年正式生效。彭博社称，行政令中的措施是白宫为限制中国发展新一代技术能力而量身定制的，将在美国国安和经济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并承认美方不断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发起动作，恐令拜登政府与中国之间本已高度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方认为美方举措是在阻挠中国经济发展，也不利两国开展经贸合作。针对外媒近期多次放风称，拜登政府计划对美国向一些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做出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对正常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这个所谓的禁令其实已经酝酿多时了，扼杀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势头。
这点应该说是美国的两党之间的政策共识。所以我们也看到类似这种措施或者禁令也好、制裁也好，其实层出不穷。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说，一方面要对美国这种政策态势的总体走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加强自身的科技自主自强，努力的突破美国对我们的围堵和这种高科技领域的封锁。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此前已经多次推迟签署这项针对中国的行政令，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有关企业的强烈反对。上月中旬，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公司的掌门人曾亲自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举行会谈，游说拜登放弃出台新的对华芯片出口禁令。他们当时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一意孤行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U.S. chip makers have enormous market shares in China, and they don't want to irrit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they very clearly have to send a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they a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continue strong U.S.-China relations,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se export controls that are rumored about don't come into play. 路透社报道指，英伟达、高通、英特尔的关键销售收入都依赖中国，中国为英伟达贡献20%收入。眼下，英伟达正向中国市场销售改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拜登政府收紧出口限制将制约这项业务。高通则向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供应零部件，也是唯一一家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授权向华为销售移动芯片的公司。中国市场收入占高通总营收的60%以上。尽管英特尔的中国市场销售份额不及高通，仅占总额的1/4，但它仍然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销售地区。上个月29号，英特尔与深圳合作建立一个芯片创新中心，来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在中心的启动仪式上，深圳6家本土科技公司与英特尔签约，将建立多个联合实验室，聚焦低碳和节能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个人电脑和服务器芯片以及智能交通等领域。我们在深圳看到了有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也看到了强大的软件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数字化的这个转型过程中间，深圳和英特尔能够共同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还提到，在位于深圳的科技创新中心成立前夕，英特尔公司专门针对中国客户推出了一款符合美国出口要求的处理器，成为了应对美国不断强化的出口管制的新范式。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半导体公司 AMD 也透露，正在认真考虑效仿英伟达公司做法，调整其相关 AI 芯片产品规格，以在符合美国政府限制要求的情况下出口中国。China is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Of course, the export regul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we all see that. But we also see that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products that really fit within that.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企业跟政府并不太同调，一方面是还要继续赚取利润，保持中国的市场，否则很有可能美国公司的这些利润会被欧洲啊、日本或者韩国这个公司会瓜分掉。另外一个呢，假如说中国有一天我们实现了自主的这种科技体系，重大的科技突破之后，那么这些公司也将失去他们最主要的这个盈利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应该说心里是有数的。外界注意到，美国为了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与中国竞争，除了限制企业赴华投资外，去年还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半导体产业提供100亿美元的补贴，并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吸引台积电和三星等海外企业赴美投资建厂。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此前曾多次警告，美国半导体制造人力短缺，且设厂及制造成本昂贵。以台积电过去经验为例，同样的产品比台湾厂成本贵上50%，难与世界竞争。而近期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的进度，则印证了张忠谋的担忧。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grade facility, we expect the production schedule of N4 process technology to be pushed out to 2025. 而当地最大工会之一亚利桑那建筑贸易协会会长阿伦·巴特勒在当地商业杂志撰文炮轰台积电将美国厂延迟原因怪在美国劳工身上，很冒犯人，也不正确。巴特勒还强调，当地劳工40年来为英特尔建造和装配晶圆厂具有丰富经验。
有岛内观察指出，台积电重大项目在美遭遇波折，实际上反映出海外企业在美国建厂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投入巨大，分2次投资4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投资之一，并承诺向当地提供近31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台积电带到美国的是先进的4纳米生产机台，非常精密，许多美国工程师此前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分析认为，美国逆向将半导体制造产能移回国内，本身就违反市场原先的自由运作机制，加上很多外围配套措施不够完备，势必让美国面临建立本地化半导体供应链的高难度，且付出更多成本。其他的芯片厂商或者高科技企业其实也一样，过去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一种全球的分工体系，其实是最有利于这个资本运营，包括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的这么一种全球的一个体系。但现在因为政治、安全、军事这种因素而被割裂，被人为的这个撕裂开来，其实对于很多公司而言，这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但是与此同时，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靠政治上的这种高压，其实你是无法改变市场规律的。1年前，时任美国众议长的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窜台，导致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动荡。如今，已卸任众议长的佩洛西仍旧不甘寂寞，称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在8月2号的一场演讲中发出警告：佩洛西此举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会让该区域更危险。当地时间8月2号，窜访台湾整1年之际，佩洛西办公室官网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辩称1年前的举动不代表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改变，而是兑现美国对台湾做出的所谓坚定承诺。83岁的佩洛西已于去年中期选举后卸任美国众议长一职，但近来依旧不甘寂寞，先是称拜登在自己面前还是个孩子，引发热议。紧接着，佩洛西又在2号当天连续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采访，就特朗普再被起诉等话题发表意见。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佩洛西不仅提及去年的窜台行程，还借机抨击了一下老对头特朗普的对华政策。I have said we must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ina, whether it's on climate, whether it's possibly on security and the rest. I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s approach to it was completely wrong. He was just painting them as the villain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poorly in people's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Yeah.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评论文章称，佩洛西窜台的意图非常明显，即在退出美国政治舞台前的谢幕表演，以在选民中巩固所谓历史形象。但事件结果已进一步证明，佩洛西窜台不过是哗众取宠的鲁莽行为。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2号在台湾出席公开活动时发布演讲，特别指出，佩洛西去年的访台是对中方非常不尊重的行为，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以美国公民的角度观察，美方政治人物此举只会让区域更危险。他还在接受台湾风传媒专访时警告称，台湾目前处于极度脆弱危险的情况，台湾方面应该尽一切力量降温，停止所有挑衅的行为，并与大陆进行更多对话。去年8月2号，在佩洛西抵台后，解放军随即在台岛周边的6个海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针对性演练，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击，对台形成围困之势。整个演习持续了足足9天时间。当时曾有台媒报道称，多达11枚东风导弹飞越台岛，上百架次解放军战机穿越台岛上空。有台媒算了一笔账，自去年8月2号之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演练频次明显增多，过去1年来，巡航台岛周边的解放军军机数量大幅增加，有时每天可超过30架次，还经常飞越所谓海峡中线。今年4月，有台媒报道称，解放军攻击型无人机 TB001绕台飞行。根据台防务部门的说法，这种飞行路线极不寻常。5月3号，台媒又报道，解放军侦察无人机 BZK005也绕台飞行。
而日本媒体也注意到这一变化。日经亚洲的报道称，以往解放军基建在台海活动范围以台湾岛西南方为主，鲜少到台湾岛以东，但过去1年来，解放军围台演习次数大增。报道还举例，解放军航母辽宁舰去年12月在台岛以东海域演习后，航母山东舰又在今年4月首度部署至西太平洋，在当月底前持续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当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执意在台独的路上越画越远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默契和善意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的军事行动往往突破了所谓的海峡中线，其实就有效地压缩了台独分子的所谓的心理安全区，给了他们以强烈的震慑。另外，从近些年来我们在围绕着台海周边所举行的大规模的演训活动，我们可以有效地演练了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战术，尤其是构成了实质的围岛的这种效果，这样也对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以强烈的震慑感。外界注意到，佩洛西去年窜台后，美方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次，先后已有多批次参众两院议员以及政客窜台，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来就在中美高层交流初步恢复之际，美方又开始猛打台湾牌。先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公然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随后，拜登政府宣布向台提供约3.45亿美元的所谓军事援助。紧接着，再有跨党派众议员提出一项所谓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强化对台支持，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并将修改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停止限制售台武器须为防御性质。与此同时，美台军事勾连不断。近日，台军首次同时派出2个营级规模的部队赴美训练，其中一个是台陆军机部333旅的一个联兵营，前往美国密歇根州联合演训中心，参与由美国国民警卫队举办的北方打击联合军演，包括空中、两栖和陆地等，因此参演单位庞大，以训练联合作战能力。另外一个营级部队来自台军装甲542旅，该部队刚结束参加汉光军演，随即赶赴夏威夷接受美军训练。据悉，该部队将成为首批接收美军 M1A2 主战坦克的单位。从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我们会看到美国打台湾牌的强度、力度、频度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加，并且美国利用台湾的这种目的也更加的明显。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内部的这种所谓对台政策的这种彼此的差异性也体现的比较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拜登政府因为要直接与我们进行相应的互动，因此在打台湾牌的过程当中，他受到的顾虑往往会更多一些。而美国的国会往往在打台湾牌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更为激进。